最近怎么老做这个梦？当年救我的那个男人是谁？子浩，你这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我听老师说你的成绩又来了，啰嗦。子浩，你这是去哪儿啊？爸，你回来了。美琴也在呀。老高，你回来了，怎么不直接进去？这不是看见美琴了吗？大家都是邻居的，聊两句。美琴，家里的饭菜做好了，要不要进来一起吃点？不了，我最近减肥呢。我男朋友他喜欢瘦的。希姐，你这虽然怀孕了，也得注重身材管理呀。这男人嘛，毕竟还是喜欢身材好的。饿了，咱们进去吃饭吧。子浩，来。咋了，孟阿姨？我听你爸说呀，你妈怕你去网吧把你零花钱给断了。你这都毕竟这么大的男孩子了，出门在外怎么能没有钱呢？来，阿姨补贴给你。谢谢孟阿姨，你人美又大方，比我妈那个抠搜的黄脸婆好多了。要是你是我妈就好。你放心，我早晚会成为你妈的。啊，快去吧。季大总裁，你公司都做到京市第一的位置了，还这么拼命工作干什么？那么多富家千金向你示爱，你也不选一个，搞得累出了胃病啊，也没人陪你来医院。谢谢。我怀孕了，也是，都这么多年了。认识啊？不是吧？你居然喜欢别人家老？你这种黄金单身汉，那么多肤白貌美、家世清洁的小姑娘喜欢你，你怎么还有这种癖好？对不起，对不起。你他妈眼瞎呀！你听见老子胳膊受伤了，又渗出血了，你说怎么办嘛？要不然我赔你点医药费吧。老子可是京市第一集团季氏集团的经理，我差你那点医药费啊！那你想怎么办？年纪虽然大了点儿，但倒有风韵犹存。你他妈，季总，你怎么在这儿？你好大的胆子呀！打着季氏集团的名号欺负孕妇，这种人就不配待在季氏。不要啊，季总，我错了，我错了，季总。来吧你！哎，饶命啊，季总！有没有受伤？要不要我带你去检查？不用了。我手下人惹的事儿，我也有责任。你这个胎相呀，不太稳，毕竟也是大龄产妇了，还是很危险的，多多休养。
这平时是不是太操劳了呀？你是她丈夫啊，这就得多照顾着点儿。医生，他不是我的。谢谢大夫，我会好好照顾他。你刚刚为什么要这么说？说什么？说我是你老公？这种情况不好解释吧？有什么不好解释？你这些年过得幸福吗？我有一个上高中的儿子，当时怀他的时候我就辞职了，一直是我老公在外面打拼。这些年倒没有苦了我们，现在他的职位越高，我们的生活待遇就越好。我是问你幸福？两个大男人待在家里，让你一个人来撑起来。能等一会儿，找你过去。老公，我收拾好了，我们走吧。老婆，我公司有事儿，不能陪你去产检了，你自己去吧。啊？可是今天不是周6吗？上周医生说我胎位不正，我怕去的路上会出事。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刚升职，得好好表现表现。你们都靠我养着，不得体谅体谅我。你说的对。啊，我这边睡好了。子浩，要不然你陪妈妈去吧。不去，谁让你一大把年纪还怀2胎，自己找罪受。先生，付款码没刷上，麻烦再付一次吧。他走了。甚是我老公。陆源，许西嫁的人竟然是陆源。为什么躲着？我们又不是偷情。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老公解释，一个陌生男人在陪我产检。我就说这事儿不好解释吧，是不是？今天谢谢你啊，我先走。我回来的太晚了，当年想守护的小姑娘，身边已经有了其他人。孟阿姨，来吃点水果。子浩真乖。叶青，怎么样了？感觉好点没有？元哥，我好多了，都怪我。本来我们都计划好了要去海边旅行，结果我这突然过敏，毁了这次旅行。孟阿姨，你别自责，我们以后出去玩的机会还很多。等我爸离婚了，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元哥，那你什么时候离婚呀？就是啊，爸，我妈那个邋遢的黄脸婆，每次给我开家长会都丢脸死了，哪像孟阿姨，年轻又漂亮，还给我很多零花钱。我想让她当我妈。好好好，
我尽快。老婆，你跟子浩怎么在这里？是这样的，希姐，我这海鲜过敏了，多亏了元哥还有子浩把我送进医院。可是，我喊你陪我过来产检，你不是说你没有时间吗？老婆，这能一样吗？产检就是个普通的检查，这过敏是有生命危险的。希姐，你该不会以为我跟元哥有什么吧？哎呀，你可别多想，这子浩还在这儿呢，我们两个能有什么呀？就是啊，妈，你都一大把年纪了，就别乱吃飞醋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是我想多了。他是你爸，你只有能报警抓他。但我要看着他眼睁睁把你打死。他答应过我，会改的。你这个白眼狼，你滚！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你给我滚出这个家！滚！你有一双深情的眼睛，你有融化冰雪的魔力。哥哥，别难受了，我把伞给你。雨再大，太阳也有冲散云层的那一天。你的美丽总是让我躲不过去。莫白，你都多大年纪了还不结婚？你要急死我是不是？我给你定好了一门婚事，这回呀，说什么你都得答应。开车。元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离婚啊？难道你之前对我的那些承诺都是在骗我吗？我不管，今天我和他，你必须要选一个。我怎么会骗你呢？那许熙还怀着我的孩子呢。这还不简单，把孩子解决了，你不就可以娶我啦？你疯了？那可是我亲生孩子。元哥，我比他年轻，你到时候你想要几个孩子，我不能给你生啊。元哥，你刚升任了总经理，而且你们公司还会被季氏集团收购，前途无量啊。许熙那个黄脸婆，没钱又没势，只会给你丢脸。我哥可是季氏集团的高层，他能带给你的帮助，就不用我多说了吧。知道，我肯定选你。人我已经联系好了。许熙，之前的我一穷二白，给不了你任何承诺。现在，我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给你所有。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子浩回来了，妈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家里没酱油了，你去楼下买一瓶吧。我上了一天学，累都累死。你整天在家闲着也没事干，就不能自己去买吗？我现在在挺着个孕肚，不太方便。老婆，许许，上班了，人呢？饭怎么还没做好？我在楼下超市买菜，刚好遇到超市打折，就多买了一点。行，你赶紧回来，我都快饿死了。现在下雨了，我没有伞，不好回来。要不然你过来接我吧，我就在楼下小区的超市。就那么一点路，你淋点雨没事儿，自己回来啊。我就这么一点路，都不愿意来接我。季先生，你怎么在这儿？啊，不用。又是提重物，又是淋雨，别忘了你还保姆。你认识我老公？电视上看到过。你上学时成绩那么好，还考上了重点大学，在那个年代那么难得，怎么想的就做个家庭主妇？你怎么知道？你调查我？别误会，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一个合格的丈夫，应该对他的妻子托举，让他站在更高更远的位置，而不是明知他的能力，却扼杀他的可能性，把他困在一些家庭琐事当中。我要回去做饭了。不用了，我开车来的，用不到。希姐，你回来啦，真羡慕你呀！家里有2个男人，多亏了他们帮我换灯泡，要不然我自己一个人可搞不定。这有什么，孟阿姨？以后你需要帮忙找我们就是，我和我爸都能给你搞定。明明是我的丈夫和儿子，为什么他们对一个邻居都可以这么关心，却独独对我冷漠？我真的那么差劲吗？希姐，你这把伞是哪儿来的？元哥送你的？不是，在超市门口别人送我的。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把伞可是劳斯莱斯的定制款，一把得10万块呢。10万块？能送你这么贵的伞，看来你们关系不一般啊。哎呀，这希姐虽然怀孕了，但是魅力依旧不减呢。我妈就是个中年妇女，能有什么魅力？这把伞估计也就是个假货。是啊，
估计是人家看的是个孕妇，好心送的。谁像我这么没眼光？当时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娶了她。元哥，你小心希姐跟你生气。怎么可能？开个玩笑而已。我先去做饭。这么贵的伞，得想办法还给人家。我看你对话框输入了半天也没发过来什么，到底想说什么？我想把伞还给你，你给我个快递地址吧。下楼。你在我家楼下。不是要还伞吗？下来。你还是给我个快递地址吧。你不下来，我可就上去了。别！我现在下来。季先生，谢谢你的伞。不过你总是3番4次的出现在我家门口，应该不是巧合的。哪是什么巧合？我专门来的。季先生，我已经结婚了，我的孩子都已经16岁了，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觉得我想干什么？勾引别人的老婆？曾经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有人为我撑过伞，所以我希望他一辈子都过得好。那你就去找那个人，你老过来骚扰我干什么？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其实，你就。你在怕什么？你也觉得我们之间不亲密？只是不知道这个陈长兴应该怎么解释。那我不干点混蛋事儿，岂不是对不起你这身混蛋？不想被发现就别出声。干什么？别动！没见过夫妻恩爱啊！再看把你眼珠子抠下来。不好意思啊，我只是看着有点眼熟。他走了。你就那么在乎他吗？当然，他是我的老公，我们在一起很幸福，请你不要再过来打扰我们了。幸福就好。如果你老公以后欺负你，你可以来找我，我一取消与和的收购合同。我没听错吧？你不是跟陆源有仇吗？风都给他
需要计划。徐谢，黑暗之中。老婆。老公，你怎么了？老婆，我可能是吃坏肚子了。咱们家小区对面有家药店，能帮我买点药吗？我现在就去。小心点。我知道。我的孩子，有没有人？老公，快救救我们的孩子！老公，从今天晚上开始，元哥就是我老公了。你们两个，这场车祸是你们两个陷害的。是。而且是你的孩子。孩子而已，我现在有权有势，有的是人愿意给我生孩子。徐熙，你看看现在的你，还配得上我吗？陆远，你是不是忘了，在怀孕之前，我可是世界500强的员工，我刚升职，你一个小公司的职员根本比不上我。我结了婚以后，我抛弃事业，追随家庭，你说我配不上你？那又怎么样？你现在只是一个没钱没势的黄脸婆。我比你年轻，也比你漂亮。我哥哥还是季氏集团的高层，能帮元哥站稳脚跟。傻子都知道该选谁。没错，美型才是现在配得上我的人。爸，孟阿姨，你们在干什么？子豪，快带妈妈去医院！子浩，你不是说很喜欢孟阿姨吗？那从今天晚上开始，我来当你妈，你开心吗？子浩，今天我和你妈，你只能选一个。子浩，你这还犹豫什么呀？你爸是和宇集团的总经理，马上就要登上季氏集团这艘大船。你是你爸唯一的儿子，他的所有财产都是留给你的。你妈不过是一个没钱没势的家庭妇女，她能带给你什么呀？啊？我知道了。爸，我肯定选你。你说什么？子浩真乖，来，叫声妈听听。妈。哦。
们要干什么？你们这是犯法！这儿很偏僻，一个监控都没有。你呢，是死于意外车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哥哥，别难受了，我把伞给你。雨再大，太阳也有冲散云层的那一天。和秦慕白惦记了那么多年的人，凭什么要让给你？就算是他不属于我，我也偏要抢。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瞧把你吓的，你看到了吗？我们想杀你啊，轻而易举，你最好乖乖听话。你们想做什么？很简单啊，签了这份离婚协议，你净身出户，我们今天就放过你。许昕，许昕，你出轨背叛在先，你要我净身出户？我让你白吃白喝，养了你这么多年，你爸的医药费都是我出的，我没要回来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为你生孩子，给你照顾爸妈，为你养家，我付出的这一切都为了狗啊！许昕，今天只是让你流产，又没要你的命，这已经是看在我们夫妻多年的感情上，手下留情了。你个畜生，哪来的感情？你无非就是怕身上单条人命影响你的前途。你们杀了我的孩子，我要去告你们。你有证据吗？这杀你虽然麻烦了点，但是以我哥的手段不难解决。你自己不怕死就算了，可是你父母呢？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你要是不签，就别怪我们对你父母下手。你们畜生！赶紧签了吧，已经留你一条命了，你还想怎么样？现在孟阿姨才是我妈，你在这个家已经没有位置了。我签。我帮你。我无权无势，只能任人难忍。我的丈夫和儿子将我看低到尘埃里，这就是我放弃一切，为所谓家庭付出的下场。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当梦醒了，天晴了，如何在飘渺？爱多一秒，恨不会少，承诺是煎熬。给大家宣布一件事情。保洁部的许昕为一对新婚夫妇找回了婚戒，他们呢还专程给咱们酒店写了一封感谢信。许昕，来。为了鼓励许昕对工作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咱们酒店决定
将许西升为保洁组的组长。谢谢经理，谢谢酒店，我以后一定好好干，不辜负酒店对我的期望。好了，大家好好干活啊！恭喜啊，许西，升组长就能涨工资了。你爸不是重病在医院吗？压力也能小一点。对，恭喜恭喜！接个电话，在干嘛？许西，终于找到你了，这次不会再让你逃走。抱歉啊，孙医生，过2天我就发工资了，麻烦你再宽限几天，可以吗？你好，女士，需要喝点什么吗？一杯茶要128块。不好意思啊，我就坐一会儿，马上就走。好。借我钥匙。好的，先生。不用了，茶我不要了。我哥好不容易打听到季总今天会来君武酒店，我们一定要给他留一个好印象。又是1年了。1点2。许西，你怎么在这儿？他离婚后不应该过得很惨吗？怎么反倒比以前更容光焕发呀？今天出门没看黄历，真是晦气。许西，别这样，离婚了还是可以当朋友的嘛。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你少在这里假惺惺的了。你涉及车祸，害我肚子里的孩子流产，在这装什么好人？我承认我当时着急了点，但我没想伤害过你。请看，当着我的面你还敢勾引我老公？你该不会是知道我们会来这儿，所以就专门装作偶遇吧？难道你还想把陆源请回去吗？你个不要脸的小三！孟美琴，你才是那个小三。这样不忠的男人，只有你当个宝，小心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那是你自己没用、拴不住自己的男人。我比你年轻漂亮，家境也比你优渥。你这种没情趣的老女人，拿什么跟我比？还敢跟我抢男人？看我怎么教训你！我的女人，你也配动？你这种庸脂俗粉，连许西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你说什么？你长没长眼睛啊？我怎么会比不上他？你是什么人？你说呢？你是许西新找的饭票。你别看她一副清高的样子，其实她就是被丈夫抛弃、生过孩子、流过产的破鞋。你别被她给骗了。那又怎么样？我爱的是他这个人。怎么可能？许西跟我在一起16年了，一直对我死心塌地。这才离婚半年，他怎么可能爱上别人？陆云，你不要太自信。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公，多亏了你们，我才能找到这么好的男人。张可，我要是不让你，对我老婆出言不逊，不道歉别想走。陆源，38岁，半年前升职成为雨禾公司的总经理，这次来君武酒店就是为了见季氏总经理。你说，要是让他看到你在这闹事，他会怎么想？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好强的气场，这究竟是谁？竟然一个眼神就能让人胆战心惊。等我自己，我帮我下来。你要带我去哪儿？
这是酒店，你说去哪儿？你干什么？别动，我看看伤。就是扭了一下，没什么事。这是我们酒店最贵的总统套房，听说有一位神秘的老板的专属房间。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季总，您怎么在这儿？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他们叫你季总。难道你是季氏集团的总裁？想知道我的身份，开始对我感兴趣了。胡来，你好好说话。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不来找我？我说过，那个混蛋如果再欺负你，我可以帮你解决。我为什么要过来找你？我们非亲非故的，只是见过几次面的陌生人而已。你离婚的事我早就知道了。那段时间很疼啊。你是过来看我笑话的，对不对？我当时信誓旦旦的跟你说我过得很幸福，现在被我的老公和儿子扫地出门，连我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保住，很可笑是不是？不可笑，我只是心疼你。他们这么对你，难道你不想报复回去？我怎么不想？我连做梦都想让他们给我的孩子偿命。可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是斗不过你们这些大人物的，连讨个公道都很难。你有我，只有玩他们的份。当年我就是信了陆源的这些甜言蜜语，才落得现在这个下场。我不敢，也不会再相信你们任何一个人。是谁又不吃亏？嫁给我，我帮你讨回来。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流氓！什么都不懂。是谁又不会吃亏？嫁给我，我帮你讨回来。神经病！下班了。你来干什么？许仙，你变漂亮了。不给你们父子俩当牛做马，整个人都轻松了，能不漂亮吗？许仙，你就不能好好说话？我来是找你和好的。和好？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你是不是都忘了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那都是被孟美琴教唆的。咱们16年的感情，要不是她，我怎么能这么对你？出轨，世纪车祸害我流产，逼我净身出户，这哪一件事情不是你参与的？现在你把责任全部推卸给别人，陆远，你真不是个男人。许仙，许仙，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是不知道，孟美琴成天饭也不做，地也不拖，就知道美容购物。她哥不就是职位高了点吗？还真拿自己当戚家大小姐了。许仙，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好。你当然觉得我好，因为我蠢。我体谅你赚钱不容易，不舍得花你的钱，还给你们当了16年的免费保姆。你们在家轻松当大爷，我在外面累出一身病，有谁在意？我可不想再回去过那种苦日子。我也不是不想给你花钱，那你以前也没要啊。是我疏忽了。这样，这卡里有3万块钱，你也拿去购购物、美容。你根本不知道我在意的是什么。我现在有工作，不需要你的筹钱。你的工作就是在君鸿酒店当保洁，能挣几个钱？当保洁怎么了？我靠自己的双手赚钱，不用再看你的脸色，过着手心向上的日子。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比在你身边强多了。许仙，你这个人就是嘴硬，还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自尊心。你爸的医药费那么贵，离了我的日子不好过吧？这样，你向我低个头，我就把这张卡给你。会后悔的。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先生，一个人喝酒多闷啊，要不我陪你喝？乖。哎，这种美女你都能做怀不乱，你这么多年到底在为谁守身如玉啊？该不会是身体有什么隐疾吧？少废话，说正事儿。我要重启雨禾的收购计划。啊？你不是说放过陆远吗？怎么了？他又惹你了？是他自找的，该死。前段时间你一直在找的那个叫许曦的女人，好像是陆源的老婆吧？你难道看上他老婆了？现在是前妻，前妻。不会吧？你难道真看上他了？那么多富家千金你都看不上，你怎么喜欢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你对她尊重点。你说你到底喜欢她哪一点？哥哥，别难受了，我把伞给你。雨再大，太阳也有冲散云层的那一天。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它像是一束光，照亮了我。活在上海浮沉这么多年，无数次都想放弃，一次次坚持我走下去的，就是找回他的念头。哎呦，
真没看出来，我一直以为你就是个冷血冷面的工作机器，没想到竟然还是个大情种。但是你妈不是给你找了个结婚对象，她怎么办？和我有什么关系？要结她自己去结。别忘了收购计划。哎，你去哪儿啊？追人。那今天的会就这样了啊。对了，徐熙，总统套房的客人让你去打扫他的房间，现在就去啊。经理，要不然让其他的人去吧，我今天挺忙的。那位客人可是咱们酒店最尊贵的客人，那身份不一般，别人都抢着去，你还推三阻四的，你得指名道姓的让你去，赶紧去吧，别废话啊！散会。许昕，你这是总统套房的客人啊，竟然点名让你去打扫。不认识，可能是我上次打扫的比较干净，他比较满意吧。也是哦，你要是能认识这种大人物，应该也不会来当保洁了。又见面了。季先生，需要我先打扫哪里？找个理由见你而已，又不是真的要你打扫。如果你不需要打扫的话，我就先走了。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再叫我。考虑好了吗？要不要嫁给我？季先生，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我都不想参与。我现在只想好好赚钱，给我爸治病，安安稳稳的过好我自己的日子。你觉得我别有用心？我只是想娶你。我不明白，为什么是我？我离过婚，还有过一个小孩。以你的身份，你身边条件好的女人应该有不少。她们条件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只想娶我喜欢的女人。喜欢我？我们才认识多久？其实我们……喂，徐女士，你父亲病危了，赶紧来医院一趟吧。妈，他怎么样了？3日前就回来了，可是医生说你爸需要尽快做手术，再不做手术就来不及了。如果病发的话，就再也救不回来了。那就尽快安排手术，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爸出事呀。可是手术需要20万，我们已经凑不出钱了。他帮我前段时间不是说给我介绍一个相亲对象，他愿意出20万的彩礼。可能是个50岁的老光棍，还瘸了一条腿。他就是为了找人给他养老，你嫁过去，日子不会好过的。妈，现在没有什么能比爸的命更重要。谁愿意给我20万，我就嫁给谁。都是爸爸没有用，都是爸爸没有用，小七。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只有5000块，我能不能先交一部分，等我回来有齐了再补齐手术费？许建国的家属是吧？你们20万的手术费已经交齐了。交齐了？谁交的？喏，就是他。
你帮我交齐了手术费，20万。自家说。自从我离婚以后，家里的亲戚朋友都躲着我，生怕我找他们借钱。我们根本就不熟，20万，你说交就交了。你说谁帮你出20万，你就嫁给谁。西西，这个是你的原话。我都这把年纪了，还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不会再相信那些所谓的感情。哎呀，我妈一直逼着我结婚，我与其听她安排，还不如我自己找呢。应酬的时候，别人也就不会给我介绍对象。这个理由怎么样？你应该能找到更好的女人，为什么是我？我总比那个老瘸子强吧？做人可要诚信啊！你全都听到了。去哪？结婚。我们就这么几天，是不是有点着急？不用有压力，这场婚礼我们各取所需。你不用辞职，也不用履行妻子的业务，你可以干你任何喜欢的事。以后你要是遇到喜欢的人，男婚女嫁，互不干涉，怎么样？好。小溪，怎么这么突然？之前也没听你说过。你该不会是为了你爸的手术费才跟他？爸妈，我是真心喜欢许熙，你们就放心把她交给我吧。我没本事，陆源那个混蛋欺负我女儿，我没能耐替他讨回公道，但至少不会把自己女儿第2次推进火坑。我烂命一条，我绝不允许我的女儿为了给我治病嫁人。你去买点吃的，我有话跟爸妈说。去吧。哎呀，以后有你照顾我们家小溪，我们放心多了。放心吧，孩子。哎，小溪，你跟他们说了什么？秘密。小溪啊，以后跟慕白好好过日子，就算我这次手术没成功，你也有个依靠了。爸，放心吧，我已经联系了这方面最权威的专家，明天就把爸转去最好的医院，手术成功的几率也会变大。真的？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两个还没吃饭呢，快去吃饭吧！啊，去吧。徐女士，不好了，你父母出事了。你父亲化疗完，遇到了你前夫一家3口，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你父亲一时情绪过激，发病了，没抢救回来。你母亲接受不了，趁着没人注意，自己跑到了天台，跳楼了。
我们当时本来想报警的，可这种情况很难认定是你前夫一家造成的。是。许仙，许仙，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我要去杀了他们！放开我！冷静点，许仙。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死的又不是你爸爸！明明一切都在变好。医生说我爸的化疗很顺利，手术可以很成功的。明明一切都在步入正轨，可是我选的丈夫，我选的儿子，他们毁了这一切。他们不仅毁了我，还害死了我的爸妈。许仙，有病吧你！许仙，你不要命了！许仙，许仙，许仙！吃点东西吧。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我爸妈恩爱了一辈子，我对婚姻充满了期待，我为这段婚姻付出了我的一切，青春、爱情、事业。可到头来却成了刺向我爸妈的一把利刃，是我无能为力，害了他们。所以你不吃饭，惩罚自己，这样只会让你的敌人更痛快。他们痛快不了多久的，我会拉着他们一起下地狱。搭上自己，报复一群人渣，是最愚蠢的方式。可是我们这种没权没势的小人物，除了搭上自己，还能有什么办法？如果你觉得你站得不够高，那就努力往上爬。我爸家暴、嗜赌，败光了家里的所有家产。我10几岁就出了社会，风光过，也曾在一夜之。季氏集团不是之前取消了我们公司的收购吗？怎么又重新启动收购计划了？季总重新评估后，觉得你们公司还算是有潜力，尤其是看好你啊，陆总。您说陆总提到过我，还很看好我？当然，这简直是我的荣幸啊！我很愿意成为季氏的一份子。别急啊。您的意思是？季总觉得以和毕竟渺小，限制你这种人才的发展。刚好季氏最近收购了一个不错的酒店品牌，季总打算交给你来打入，希望你能把这个酒店品牌做大。这不是许西当保洁的那家酒店吗？你只要能把这个事情办好，成为季氏的大功臣，你就能在整个京市声名鹊起。怎么样？签不签？既能稳固我在季氏的地位，又能再次满足许西，竟然会有这样一件双标的好事，我的运气真的来了。签，我签。
老公，这君武酒店可是京市最有名的5星级酒店，季总居然让你直接管理这么大的酒店啊！是啊，说明季总很看重我，我马上就要发达了，你们都能沾上我的光，当然让人了。爸，我可以带我的同学来酒店玩吗？肯定很有面子。当然，现在这家酒店啊，我说了算。走，带你们进去参观参观。咱们君武酒店已经被季氏集团收购了，今天季氏集团将下派总经理，今天就要升任了，所以我们打起12分的精神，迎接陆总的到来。陆总来了，鼓掌！游戏终于要开始。陆总，乌军酒店全体员工欢迎您的到来。妈？妈？小少爷，你叫的什么？我没有听错吧？我儿子当然喊的是我，他一个保洁怎么会跟我们有关系？没错，我爸可是君武酒店的总经理，我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当保洁的妈？这才是我妈，年轻漂亮又有钱。我刚刚是在叫她。他们说的没错，我不认识他，更没有这个儿子。算你识相。这虽然说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上次来君武，你对我很无礼，这笔账我还没找你算呢。徐姐，怎么回事？怎么能冒犯陆太太呢？快给陆太太道歉！哎，这光口头道歉怎么能行呢？道歉就得有道歉的样子。陆太太，那您想怎么做？正好我来的路上鞋脏了，这样，你现在跪下来帮我把鞋擦干净，我就原谅你。道歉？做梦！徐姐，你这什么态度？这可是总经理的太太。总经理太太就可以随便践踏别人的尊严吗？酒店可是有监控的，那天可是这位总经理太太先动手打的人。那又怎么样？谁让你只是一个低贱的保洁呢？我说你错了，你就是错了。我让你给我擦鞋，那是你的福气。保洁怎么了？我们靠自己的双手赚钱，从来没有低人一等。总经理，你就是这么放任你的家人欺负你的员工的？就是啊，当保洁怎么了？我们又没偷又没抢，凭什么看不起我们？我在君武酒店工作10几年，没见过哪个总经理上任第一天就带着家人羞辱员工的。干什么？干什么？想造反是不是？闭嘴！你们要是有谁不想干了，现在就给我滚！上任第一天就失了民心，水门再周一门复主，你们今天看不起的底层人，未来也许就是此善的见光。徐熙，你看看，都是你惹的好事，快给陆总一家人道歉，否则酒店就辞退你。你当酒店的规矩是死的吗？我没做错事，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辞退我。徐谢，你搞清楚，现在君武酒店全权由我打理，我说开谁就开谁。你要是现在跪下来给我们道个歉，我就可以放你们。听见了？那你给我爸妈道歉。陆总好大的官威啊！季先生，怎么又是你？你不是许熙新找的饭票吗？怎么都勾搭到工作的地方上来了？许熙，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害不害臊啊？什么饭票？我们可是合法夫妻。许熙，这是你老公，一看就是成熟又靠谱的男人，还长得这么帅，真有你的。妈，许熙，你竟然
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还学年轻人谈恋爱，你要不要脸？谈恋爱怎么了？你是怕活不到我们这个年纪啊？我倒是觉得他真有魅力。你没想到这许仙还有这种本事，难怪他那么嚣张，原来是季先生的人。我不管你和许昕什么关系，这是我的酒店，我怎么教训员工和你无关，滚出去！你们君武酒店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啊？这君武酒店可是京市最有名的5星级酒店，这种高端场所也是你能消费得起吧？说不定啊，你是哪儿跑来的农民工，租了一身西装来装阔的。陆总，陆太太，这个季先生就是总统套房那个神秘老板，他是咱们酒店最尊贵的客人，咱们惹不起呀。你说什么？总统套房的客人是他？对。许昕，你老公竟然是总统套房的客人，他是不是什么大老板呀？那你以后就享福了，真羡慕你。怎么可能？许昕条件这么差的女人，怎么会有什么大老板看上她呀？她根本就是一个骗子！你给我闭嘴！季总是给我有任务的，让我做大君武酒店。上任第1天就得罪总统套房的客户，你要怎么跟季总交代？该死！这种事业有成的男人，怎么会看上许昕这种黄脸婆？季先生，不好意思啊，我想我们之间是有什么误会。这样，我重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君武酒店的新任总经理陆源。错了，我有洁癖。其实你们该道歉的人不是我，是许昕。他工作尽心尽力，却平白被你们羞辱。陆总，你和你的家人是不是该给他一个道歉啊？季先生，您只是酒店的客人，怎么管理员工是酒店管理层的事儿，您这未免也管得太宽了。正好，我和你们季总正好是老相识，我去问问他是怎么招的总经理，怎么对待客人的。等一下，等一下，我道歉，我道歉。许昕，对不起。该你们了。许昕，你别太过分了！闭嘴，还不赶紧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这才刚开始，我等着你们从高处摔落，在我面前变成摇尾乞怜的狗。喂，你跟那个男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你才离婚多久？还有我一个这么大的孩子，你怎么能跟别的男人纠缠不清？你不是不承认你是我儿子，你爸出轨你可以帮他打掩护，我离婚了就得守身如玉，你双不双标啊？你跟我爸能一样吗？他是个男人，我们全家都靠我爸养着，还有这种事情很正常。我宁愿没有你这个儿子。站住，许昕，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你别想走。你跟那个季慕白什么关系？你们之间有什么目的？我不是说了吗？他是我老公。他的身份一定不简单，他那样的人能看得上你吗？就是，人家事业有成，怎么会看上你这种年老色衰的老女？你们肯定不是真夫妻。我们之间不会是有什么合作的？我们能有什么合作呀？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疑神疑鬼，害怕呀？我能做什么亏心事？我爸妈究竟是怎么死的？你到底跟我爸说了什么，让他抢救无效身亡？你害死了我爸妈，你晚上睡觉不会做噩梦吗？爸本来就病了这么多年，本来就半死不活的，他自己犯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呀，我们只是说你配不上元哥而已，这本来就是实话呀。哦，我们还跟他说了，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怎么没的？谁知道你爸这么不中用，我们就说了几句话就把他给气死了。对啊，外公身体本来就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外婆她自己选择去跳楼，跟我们更没有关系了。那可是你外公外婆，他从小宠你到大，有什么狠不心都想着你，你竟然说出这么畜生的话！你敢打我？你们不敢还手是不是？雨洁，如果你想利用季慕白对付，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他现在护着你，只是图个新鲜感。他身边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他跟你只是玩玩。你想多了，你是不是亏心事做多了，觉得什么都要害自己？如果他真的只是想跟我玩玩而已，你在害怕什么？聊什么呢？这么热闹。季先生，您去哪儿啊？聊什么呢？不是让你下班之后等我吗？走，上车。季慕白这样的人应该不会做什么赔本买卖，他应该不会为了许昕这种玩物花心思对付。可我总觉得心里有这么不安呢。那还不简单，只要把许熙赶出军务就好，让他气不气是个疯。现在有季慕白护着他，怎么赶走？我们之所以动不了金慕白，还不是因为他是君武酒店的重要客人。只要许熙犯了重大错误，就算是闹到了季总面前，那也是我们有的。你今天来的这么及时，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会为难我？上次我们在酒店遇见，我的出现激起了陆源对你的占有欲，我猜他肯定会利用工作来为难。我们都离婚半年多了，他对我能有什么占有欲？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他早就把你当成了他的所有。他可以不要你，却不想让你和别的男人亲近。原来是这样，那他也是怪恶心的。别想了，带你去个地方。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欢迎光临。来证明我不只是跟你玩玩。给你定制了一套衣服，去试试吧。小姐这边请。我们来这个餐厅吃饭是不是有点奇怪？要不我们还是走吧。哪里奇怪了？我们都没有正式约过会呢。这家牛排不错，应该很符合你的口味，尝尝。慕白哥，他身边那个女人是谁呀？我从来没见过他对谁这么温柔过。你可是季阿姨钦定的儿媳妇儿，哪儿来的狐狸精？竟然敢勾引慕白哥！怎么样？好吃。个不要脸小三，竟然敢勾引我未婚夫！许仙，没事吧？没事。苏玉伟，你找死是不是？慕白哥，你凶我！你居然为这小三凶我！我可是你未婚妻啊！她是你未婚妻？当然不是，都是我妈瞎安排，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她。慕白哥，你什么意思？
你要为这个小三悔婚，你看他什么了？他根本配不上你。你要是再叫他一句小三，别怪我打你。我们已经结婚了，现在是合法夫妻。你跟他领证，我可是苏氏银行的千金，而且我年轻漂亮。这个女人看起来快40了吧？就选这老女人也不选我。在我眼里，你连她的头发都比不了。我明明那么喜欢你，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季阿姨明明答应过，我才是你们季家的媳妇儿。你先悔婚，让别人怎么看我？谁答应的你就嫁给谁。雨薇，你冷静点，你才是季阿姨钦定的儿媳妇儿，她肯定不会让那个女人进门的。对，我要去告诉季阿姨，这个老女人也配跟我抢。我先去睡觉了。怎么了？一路上闷闷不乐的。没什么，就是有点累了。你自卑了？我没有。那个林家小姐长得漂亮，家世又好，我实在搞不懂你为什么要选我。你跟陆源那个王八蛋离婚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对比你和那个小三的吧？是啊，我当了10几年的家庭主妇，就是一个没人要的黄脸婆，我能比得过谁呢？傻瓜，为什么总要拿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对比呢？你真是被那个混蛋 PUA 傻了。你不想知道，以我的实力可以把陆源亲孙踩在脚下，但我为什么要出谋划策，让你去对付他吗？我的仇，当然要由我自己来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你能找到自己。什么？徐熙，你看不到自己的闪光点，是因为你被困住太久，你的心性被磨平了。但你想想，你在那个年代可以考到重点大学，在世界500强企业一直升职，你一点都不差劲，你只是遇到了一个差劲的人。徐熙，你很好，不要整天自卑来自卑去，等你报完仇，你就会觉得你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我知道了，谢谢你，新年快乐。哎，好的，集团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我，我一定办好。哎，好嘞。先生太太，菜上齐了。怎么了？季氏集团的国外合作商要来京市，就打算在咱们这居宫酒店举办晚宴，招待外宾。我们正愁没办法开除许熙，这可是个好机会啊！要是许熙在这么重要的晚宴上出了差错，看谁能保得了他。是啊。明晚宴会的表演嘉宾已经入住咱们酒店了。徐熙，你作为保洁组的组长，一定要做好服务工作。这次宴会招待的可是季氏集团的合作商，不能出任何差错。知道了，陆总，我会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哎，徐熙，肚子还没让你走，这个徐熙真是越来越嚣张。陆总，您别生气。回头我一定好好说说他。很快，他就嚣张不起来了。第二排的椅子，挪一下。
快点。这个瓶子往这边来一点，对，跟我一样，按这样排。那边也是。许昕，宴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宴会嘉宾昨天晚上入住已经安排妥当，宴会现场也布置的差不多了。这种伺候人的活呀，果然还是最适合你来干。不像我，天生就是享福的命。我跟元哥在一起之后呀，元哥可是一点活都没让我干，还给我请了个保姆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哎，站住！我让你走了吗？你去给我们倒杯水。我是酒店的员工，不是你的保姆。我现在很忙。让你倒你就倒，哪来这么多废话呀？我是你上司的老婆，让你伺候我们，那是你的本分。哎呀，子浩，妈妈就是想喝杯水，你看她，好像是在专门针对我一样。让你倒杯水，磨磨唧唧的，没听见我妈想喝水吗？还不快去！宴会还没开始，就这么热闹。顾先生，顾先生，您来了。您怎么跟季先生一起？认识呀？不认识。但季先生是今晚宴会的客人，门口碰到了就一块来。怎么，很奇怪吗？没有。这个季慕白到底什么身份，竟能受邀参加今晚的宴会？哎，刚刚在外边替你们可啊。许昕这么忙，要不我陪你们走开？别，季先生，您是酒店最尊贵的客人，怎么能让您动手？陆阳，今晚的宴会很重要，工作人员都在忙。你家里人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先找个地方坐下，不影响阳光工作。是，都怪我没管好家人，我这就让他们走。陆总，这不好了！表演嘉宾突然出现过敏，现在在去医院的路上，可能今天晚上的表演上不了台了。什么？发生什么事儿了？表演嘉宾是花粉过敏，是昨天晚上休息的床上染的有花粉。许昕，我是看中你，才让你负责嘉宾房间的事。我昨天跟你千叮咛万嘱咐，你是怎么办事的？这跟许昕有什么关系？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解决问题。季先生，话不能这么说。我知道您跟许昕关系匪浅，可他毕竟是保洁组的组长，犯了这么严重的纰漏，他应该负责呀。这件事冲你老婆来的，怎么办？顾先生，虽然许昕是我的下属，但是您放心，他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我绝不姑息。啊。我现在联系一支表演队。季先生，来不及了，合作商的人已经到楼下了。这可怎么办啊？我有表演经验，要不然让我上台吧。你能表演什么呀？人家可是从国外来的，审美水平很高的，谁愿意看你一个年老色衰的老女人表演啊？你以前就是个什么也不会的家庭妇女，上台也是丢人现眼，别自不量力。我都不知道你会什么才艺，许昕，我知道你急着想将功补过，但你不能乱来啊！你现在还有更好的办法。这么重要的演出，你要是演砸了，谁来负这个责？我负责。这顾先生怎么回事啊？怎么还真让许昕上台啊？让他上台也没事儿，咱一会儿演砸了，他更好了。也是，那我们就等着他出丑就好了。What are we waiting for? When does the show start? Don't worry, Mr. Wilson. The show is about to begin and will shortly. Not a distract you. 这个许昕怎么回事啊？
该不会是临阵脱逃了吧？你太不靠谱了。哎呀，早知道就不让他上了，现在更下不来台了。What a beautiful Eastern woman! What a magnificent performance! 这还是我妈吗？我怎么还有这一面？我以前怎么看不见？ Beautiful lady, your singing is so beautiful. I'm very satisfied with today's arrangement. 哦， Wilson 先生是说 It's our hotel's honor, and w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your arrival. 许曦，你今天可真是出尽风头了。不过你别得意，你表演的再好，也不过就是一个保洁而已。我就当你是在夸奖我喽。你，雨歇，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你会表演。对呀，你一个整天只会洗衣做饭的家庭妇女，怎么可能说这么流利的英语？连我都没办法跟外国人正常交流。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你们有谁正眼看过？我也是个大学生，我曾经也是别人眼里的天之娇女，我也过过多姿多彩的生活。可是为了你们，我放弃了这一切，又有谁会在意？聊什么呢？顾先生，你还没走吧？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办完。徐小姐，今天多亏了你，宴会能圆满结束，你的功劳最大。这表演嘉宾之所以不能来，还不是因为许曦她自己没有打扫好房间，说不定是许曦为了自己出风头，故意把这花粉洒在表演嘉宾的床上。确实是有人故意把花粉洒在嘉宾的床上，但不是许曦，人我已经查到了。不是许曦，那是谁啊？陆先生和陆太太这么紧张干什么？我能紧张什么？我作为酒店的经理，只关注这个人是谁。带进来吧。为什么要给嘉宾床上撒花粉？谁指使你的？没有人指使我，花粉是我自己不小心撒上去的。是吗？既然不是故意的，那就算了。下次注意啊。陆总现在倒是大度啊，当时以为是我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宽容。顾总，你是季氏集团的人，你来决定。啊？哦，这个保洁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肯定不能继续留在酒店。陆远，季氏集团相信你，才把这么重要的宴会交给你，你连自己的手下都管不好，最后还要许小姐给你收拾邋遢的。顾先生，我今天的事儿已经上报了，集团决定限你3个月内提升酒店业绩，否则将重新考虑你的任用。什么？许小姐，你的临场应急能力很强，所以集团决定任用你为公关部经理。谢谢顾先生，我一定会更加努力，不辜负集团对我的信任。谢谢老板，升职加薪。
你今天反应很快，确实是君武酒店需要的人才，升职是你应得的。陆源现在肯定着急坏了，人在情绪最激动的时候最容易出错。我们是不是该出手了？不，再等等，等他们自己露出马脚。况且，什么？像他们这种通过利益联合起来的关系，一旦遇到困难，分裂的比谁都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看着就好。我好像总能在你身上学到点什么，好像有你在，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我确实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只有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今天很美，唱歌也很好听，什么时候单独给我唱一首？你是不是喝醉了？我没喝醉，我只是喜欢你。我们不是说过吗？结婚就是各取所需。我要是不那么说，你怎么会答应我？别拒绝我。Wanna be there forever, girl. You know I adore you. 陆源，我忍你一晚上了。许熙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那个眼神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觉得她现在变好看了，你就后悔跟我在一起了？是啊，我后悔。我那么后悔吗？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老子现在烦着呢吗？我地位都快被爆了，你什么用都没有就算了，还在这给我沾酸吃醋。我以前工作不顺心的时候，人家许熙还知道温柔细语的安慰。你再看看你，果然还想着他。许熙那个黄脸婆有什么好看？你们一个两个都围着他转。陆源，我这么爱你，我甚至为了你当小三，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啊你？孟美香，我忍你很久，你天天什么家务不干，就知道购物逛街，给我乱花钱。当初还给我保证你年轻给我生孩子呢，现在连个蛋都没有。你要再给我这样无理取闹，就给我滚出去！吓一跳！你妈之前没教过你怎么叫人？教过啊，她对我可严格了。但现在你才是我妈，你肯定不会像她那样对我吧？那个，我钱花光了，再给我点呗。花光了？我上个月不是才给你1万块钱吗？你都花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啊。我最近认识了一些校外朋友，都是我请客。来，那你都跟妈说说，你们都干了什么呀？他们喜欢飙车泡吧，但我可什么都没干，我只是负责帮他们付钱而已。许熙，你让我不顺心，那我就毁了你儿子的未来。等你知道他堕落成一个社会渣子，会是什么表情吧？你该不会要像我妈许熙一样，一整天逼着我学习吧？怎么会呢？你尽管放松，开心最重要了。这以后出去玩呀，要是没钱，尽管找妈拿。真的？你真的不管我？当然啦，你爸有钱。再说了，这你爸的钱呀，
以后都是你的。就算你什么都不用干，也能让你一辈子衣食无忧的。妈，你真的太好了，比许熙好10000倍，选你当妈果然没错。醒了，给你做了早餐，起来吃点吧。从前都是我起早贪黑给别人做早饭，第一次有男人愿意给我做早饭，这就感动了。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没理由让妻子单方面付出，夫妻之间应该相互扶持，相互照顾。慕白，你让我觉得好不真实。有什么不真实的？我不就在这儿吗？那些欺负你的人，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好了，我要上班了，该迟到了。干什么？我要去刷牙了。我帮你刷。希姐，听说你升职了，恭喜啊！谢谢，许熙，走。谢谢。陆总，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怕什么？出了事儿还不是我先顶上？可是李经理，我是看中你才把这么重要的事儿交给你。这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儿，想要挣大钱，就必须铤而走险。你不想干，有的是人想干。是，陆总，我一定会好好干。陆源在计划些什么？账做的怎么样了？一定要仔细的，别让别人看出来。还没有做完，有些地方对不上，我做出来第一时间给你。行，去吧。来了，李经理，有您的快件。我也没买什么东西。快递员说是到付件，您看。行，带我去看看。账单怎么这么奇怪？果然有问题。谁给我买的烟啊？想要讨好我，也不能报复。这一块怎么开？
我发现陆源的把柄了。我今天偷听到他跟李经理的对话，就去查了酒店的财务报表。我大学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陆源的假账还没做完就被我发现了。证据就在这里，陆源很有可能在挪用公款。你很聪明，这么快就发现了。不过这样做很危险，我不能时时在你身边。要是被发现，你有没有想过后果？我好不容易找到线索，一时兴起就……以后不可以再自己冒险了。不过，陆源挪用公款，你好像一点也不意外。你很早就知道了。他那种唯利是图的人，能做这种事儿一点都不奇怪。况且也不是第一次了。你以前就认识他？回家吧。这儿，哥，不错呀，都换新车了。老板的车，我刚送他去机场。不过以你哥我的实力，以后肯定会看上这个车的。嗨，我还以为我一夜之间变成富家千金了呢。快了，你就在这儿实习啊？工作辛苦吗？会不会耽误学习？不会啊，这里还好，不过就是工资有一点点低。等等，拿着吧。谢谢哥。对了，你总不回家，妈叫我让你有空回家看看。好了，上车吧，我请你去吃饭。女大学生被包养，拜放大款。现在的女大学生啊，不好好学习，整天在那放大，真是不要脸。哎，我们一个学校的真是丢脸，这怎么叫不认识他？这种关系就该让他退学。别看了。他现在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容易想不开自残。你们得时刻注意他的行为。陆源，我们的账该好好算算。陆阿姨，哎呀，好歹婆媳一场，别那么生分。你可以继续叫我妈。还是不了，毕竟现在你有新的儿媳妇，省得人家误会。你说孟美琴啊，她就是个祸害。当初拍着胸脯跟我们保证说她年轻能生孩子，结果到医院查出个不孕症，以后很难怀孕的。真是后悔，当初就不该让她进这个门。这是你们的家务事，不关我的事。哎呀，许熙，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聊聊。我跟你之间没有什么好了，是关于子浩的。哎呀，你作为他的亲生母亲，不能不管他呀。别在这说，跟我来。哎，好。说吧，什么事？许熙，人家都说娶妻娶贤，我现在才知道，能娶到你是我们家的福气呀。不像那个孟美琴，就是来克我们家的。她自己生不出来孩子就算了，
还要祸害我的大孙子。许熙，你一定要帮帮子浩啊！毕竟是后妈，总不能对她像亲妈一样。不过我看她给钱挺大方的，陆子浩挺开心的。他们是不怀好意。你在的时候，子浩至少是按时上下学，那成绩也还算不错。现在呢，学会了打架、逃课，老师已经让叫家长了。你一定要帮帮子浩，你得管管他呀。陆子浩不是说了吗？我不是他妈，孟美琴才是。你应该去找孟美琴。孟美琴那个蛇蝎心肠的不靠谱，她怎么可能真心为子浩考虑呀？还是得你去。可是陆子浩觉得他好呀，他明明知道他是拆散他亲妈婚姻的小三，却还是跟他一起来伤害我。我没有这样的儿子，我也不想管。许熙，子浩好歹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你不能这么狠心，眼睁睁地看着孟美琴那个女人祸害我的大孙子呀！我说的话他也不听，你一定要管管他，行吗？你太高估我了，我说了他也不会听的，我也不想管。我该回去上班了，请回吧。许熙，我知道你心里有气，这样，只要你今天跟我一起去见老师，我一定站在你这边，帮你回到我们陆家。你以前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的儿子？以前我懦弱胆小，任你掌控，现在你拿捏不住莫美琴才想起我来了。可是现在我看不上你们家了，我也不想回去。不行，你是子浩的亲妈，你必须管他。跟我走。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孟女士，子浩同学一向很遵守学校纪律，但这半年来他的行为越来越出格，这次竟然还动手打伤了举报他逃课的同学。学校决定给他记过处分。我想跟您了解一下，子浩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呢？这哪有这么多为什么呀？反正你们不都已经记过了吗？还有什么好说的？哎，也不知道叫我来干什么，下午还要去美容院。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孟女士，你还是不是子浩的妈妈？怎么这么不重视孩子的学习呢？啊，他年龄小，心智还不成熟。我认为你作为家长，应该引导他往好的方向发展。我的儿子，我想怎么教就怎么教。你，子浩，走，咱回家。孟女士，等等。奶奶，你怎么把他带来了？我管不了你，让你亲妈来管管你。哎，等等等等，我怎么糊涂了？孟女士不就是子浩的妈妈吗？这位女士是？老师，这个是子浩的亲妈许熙，孟美琴是他的后妈，没资格管子浩。有什么事啊？您跟孩子的亲妈说。我爸已经跟他离婚了，现在孟美琴才是我妈。看来这后妈当的也太不负责任了吧？潘老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该不会是觉得我是子浩的后妈就会对他不好吧？你当老师怎么能有这种偏见呀？哎，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难道不是吗？都已经被学校叫家长了，你要是真的对他好，就不应该这样放纵他。我对子浩掏心掏肺，他只是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我想让他开心，我有什么错呀？你说的好听，自从你嫁到我们家以后，这个子浩就越来越不学好，你分明是想养废子浩。子浩，妈妈没有，妈妈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最清楚了，对不对？对，妈，你对我最好了。以前许熙成天逼我学习，我烦都烦死了。自从你来了之后，我每天都很开心。子浩，别人怎么误解妈妈，妈妈都没关系，只要你心里能懂妈妈就好啊。好了好了，不管你们是亲妈也好，后妈也好，我必须得告诉你们，子浩以前的成绩啊，完全可以冲击重点大学的。他现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认识了一些校外的人，跟着他们逃课打架，现在他的成绩已经下滑到倒数第1了。陆子浩，陆子浩，
这才半年的时间，你看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我爸已经跟你离婚了，你又不是我的监护人，你管我干嘛？母子一场，我劝你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你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好不好？又来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吗？因为你成天逼我不喜欢的事情，不像我现在的妈，她会给我钱，会给我自由。陆子豪，你都这么大了，也该知道了，孟美琴她是在害你，她这样放纵你，她是想毁了你的未来。哪有这么严重啊？他都说了，我爸以后的财产都是我的，我就算不干什么，也能潇洒活一辈子。你就是这么教育他的？子浩现在是我儿子，我怎么教育他那是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啊？莫美琴，我们之间的恩怨不要扯在一个孩子身上。子浩，妈妈是真心对你的，要是你也怀疑我的话，那我以后就加强对你的管教，让你回到以前的生活啊！妈，你对我最好了。好，他们管不了你，我管。跟我走。你干什么？我不跟你走，我要跟我爸回去，放开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是你自己没站稳。陆子浩，我真的是白养了你这么多年了。明明是我爸花钱养我，你又没付出什么。好，从今以后，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我们恩断义绝。哎呀，哎呀，哎！怎么在哪儿都能被你找到？是啊，说明我们永远不会分开。即便牵如母子，也有会走散的一天。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走散。只要用心，就找得到。西西，为不值得的人伤心，是浪费时间。当哪一天你有了能力、事业和地位，你就有离开任何人的底气。我希望你有这样的底气，包括你吧。我不希望你做我的金丝雀，我希望你有选择的权利。好，我们回家。我们酒店的业绩最近提升了很多，但品牌影响力距第1名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现在阶段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提升酒店的集中宣传。徐谢，你作为公关部经理，这个任务你首当其冲。下周给我一份详细的计划表，不要感觉有压力，这是你升职后的第1个项目，得让大家看到你的能力才能服众，是不是？没问题，陆总。好，那就散会。一丁，你留下来。谢谢，我知道这个任务对你很有难度，但是你不要有压力，只要你跟我认个错，我可以找人来帮你。用不着。徐倩，你一大把年纪了，你难道真的相信金无白这种事业有成的人会看上你？等他玩腻了，你就会像垃圾一样被踹开。我是看在咱们夫妻多年的份上，才给你这么一个机会，让你回到我身边的。陆源，你真让我恶心。徐熙，这个贱人！莫美琴，这就是你千方百计想找的男人啊！恭喜你，终于过上我的日子了。你，
陆源，你刚刚对许熙说的话，我都听到了。那又怎么样？你现在连演都不演了是吗？亏我这几天还一直反思自己，我甚至做了饭还带给你吃，结果你就这么对我。孟美强，别装着把自己给骗了。当初你哥得势的时候，你恨不得把尾巴摇到天上。现在你能这样，不还是因为你哥被纪律集团辞退了？你愿意退伍，才能过来求我。陆源，当初是你说你爱我的，结果我哥一出事，你就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啊你？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啊！婚姻本身就是权衡利弊的手段。你看人家许昕，起码是君屋酒店的公关经理，再看看你，你是什么？渊哥，你别这样，我们在一起不是很开心吗？许熙那个黄脸婆，她有什么好的？滚回去，再闹就等着离婚了。渊哥。陆源让我负责这次的品牌宣传，我证据掌握的差不多了，也许可以借助这次机会，将陆源一网打尽。你打算怎么做？越来越错，那就准备收网。回来了，慕白，你也太胡闹了！你跟宇飞马上就要结婚了，就算是要玩，也不该闹到宇飞面前去。那他没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吗？结婚？跟谁？他呀。宇飞可是苏氏银行的千金小姐，她什么身份？他，普通上班族，离过婚，还有一个儿子，跟你说的那些千金小姐完全不一样。但是我爱她，就这一点，比你那些能让你脸上有光的千金小姐好10000倍。阿姨你好，我叫许熙，初次见面，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做好慕白的妻子。你条件太差了，我是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是我结婚，你同不同意，不影响我们。你，婉音变成现在那个样子，你又不听我的话，我是上辈子欠了你们吗？你心里真的有过我？你管过他吗？我是你妈，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你走吧，没事别来。婉英是谁？哎呀，累死了，快点上楼洗澡睡觉啊！哎，你妈她……快走快走！想什么呢？我在想刚才的事。又自卑了？我只是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爱上我的？这一切好像发生的很突然。不突然，这一切都是我心谋已久。什么意思啊？你爱我？学沟通的语言，学着谅解，学着不流泪。等到我们学会季慕白，飞越黑夜和考验，日子就要从孤单里毕业。这是我们酒店的品牌宣发。我的想法是为你举办一场直播采访，给你打造一个优秀的精英人士的形象，能够更好的为我们酒店服务。你要采访我，还为我打造形象？你之前不是挺恨我的？问题里不会有陷阱。
你想多了，我就算再讨厌你，也不会拿我来之不易的工作开玩笑。你是我们酒店的总经理，你的形象代表我们酒店的形象。况且你在京市也是挺有名的，能够更好的为我们酒店做宣传。这是这次的新闻采访稿，到时候就会问这上面的问题，你只要提前备好我们准备好的完美答案就行。我说的话，你是不是听进去了？你也想跟我和好吧？你想多了。之前是我小看你了，没想到你还挺有能力的。你看我们这样多好，只要我们联手，照样可以在京市混得风生水起。你不要脸的本事还真是让人佩服啊！你是不是都忘记发生了什么？雪雪，你以前多温柔，你再看你现在，浑身长满了刺，我不喜欢。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你的喜好，我一点也不在意。喂。什么？啊！陆子浩，我是该在学校上课，怎么在校外出车祸了？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车去鬼混？爸，逃一节课又不会怎么样，而且今天只是个意外。你是逃了一节课吗？你们老师都告诉我，这半年你天天跟同学打架，还逃课鬼混，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啊？还有你，我平常忙没时间带孩子，你天天在家闲着没事干，连个孩子都管不好。我看子浩每天都正常出门上学，我怎么会知道他在学校里面表现得这么糟糕啊？妈，你不是都知道吗？你还说我开心最重要。你在学校过得怎么样，我怎么知道呀？我是怕你学习压力太大，说过几句话安慰他，想让他开心一点。可我也没让你在学校里面逃课鬼混呀。你小小年纪不学好，你想干什么？有走大街吗？爸，逃课而已，你想的也太严重了。我们家有钱，你的财产都够我下半辈子逍遥快活了。我就算不上学也没啥事。啊！慌张东西！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儿子？你要是再这样，我不介意再生一个。哎，爸，爸！妈，你不是都知道吗？你说过爸的财产都是我的，想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你刚刚在我爸面前为什么不帮我说话？哎呀，子浩，妈说那些话只是怕你学习压力太大，安慰你而已。谁知道你还真当真了？这你也太不懂事儿。你是不是故意的？子浩，你怎么能这么说妈呀？妈真是太伤心了。喂，逛街？好啊，那我这就来。喂，我都伤成这样了，你不在这照顾，你要出去逛街？你这只是摔伤了腿而已，又不是要死了。再说了，还有那么多护士来照顾你呢，还嫌不够吗？孟美琴，你就不怕我找我爸告状？你爸现在正在气头上，你看他接不接你电话？哦，他最近呀正在忙着上节目，没空搭理你。陆子浩，这就是你包起青来给自己寻的母亲。好疼啊！怎么还这么烫？子浩，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行。来，坐起来。我煮了点粥，你喝一点。这也太大了，我不想吃。好，你现在生病了，就要吃点清淡的。再吃一口。我都说了不想吃。好，子浩不吃，我去给你弄点别的啊。哎呦，这是怎么了？你家里人呢？怎么没来医院照顾你啊？不要我妈！不要我妈！这么隆重啊？办的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知道你爱面子，不给你办的隆重一点，怎么让你满意呢？这次宣传效果要是好的话，我肯定能在季时一飞冲天。你放心，等我入了季总的法眼，一定不会忘了推荐你。陆先生，现场准备的差不多了，您可以准备上台了。好。现在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主角陆源先生上台接受采访。大家好。哇，这些年有音乐有同在重庆台风发，好有魅力啊！年过40了，这身材还是很年轻，平时一定很自律。爱了，不知道什么样的女人可以嫁给他，一定很幸福。哇，大家都很热情啊！通过弹幕呢，也可以看到网友们对陆源先生的评价都很高。哪里，都是大家抬爱了。陆源，希望待会儿撕下你这张伪善的面孔时，你还能笑得出来。接下来，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采访。首先，第一个问题，听说您现在的妻子是小三上位，您为了她抛弃了照顾您16年的发妻，请问您做什么回应呢？小诗，你是不是问错问题了？这个问题是我某真的假的呀？我要是看见说太清楚了，怎么出轨？这陆源简直实在讨厌。什么意思啊？什么热搜？陆源先生，听说您为了扶小三上位，设计车祸害原配流产，请问您这么做不会感到愧疚吗？造谣！有人举报你挪用公款，你觉得纪氏集团会起诉你吗？谁说的？我要去告他们！把直播给我关了！别拍了！别他妈拍了！雪雪，你故意陷害我是不是？我怎么会害你？我只不过是把你干的肮脏事全部给公布了出来。雪雪，你有证据吗？我可以告你诽谤！你懂的。谁说没有证据？是你，你是纪氏集团的总裁，怎么可能？顾先生，你在君武酒店任职经理期间，挪用公款超过3000万，纪氏集团将依法起诉，这些就是证据。你制造车祸，恶意陷害许曦，我已经找到了目击证人，相关的证据也交给了警方。好啊，你们合伙陷害我是不是？这些都是你自作自受，要不是你太贪心，我又怎么会找到你的证据呢？陆先生，纪氏集团已经亲自出面指认你了，所以你真的做了这些事情吗？陆先生，你犯了这么多事，觉得自己会被判多少年呢？陆先生，请等一下。陆先生，陆先生，请回来一下。陆先生，陆先生，
赶紧收拾东西，再晚了警察就来了。怎么了？警察来干什么呀？所以说，照片里的这个人是季慕白，他是因为季婉音才报复我的。婉音，陆总，加班吗？婉音，你工作很努力，我很欣赏。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人渣！网上、报纸上传播的越广，还跟我装清高，不还是被人包养？既然得不到，那就毁掉。收拾好了，我们去哪儿啊？陆源、孟美琴，你们涉嫌故意伤害，挪用公款，麻烦跟我们走一趟。爸妈，事到如今我才赶来看你们，我终于亲手把害死你们的人送进监狱了。你们泉下有知，也该安息了。爸妈，我爱他，我会好好照顾他，你们放心吧。你来看我笑话了？是，看到你现在这样，我很痛快。我终于亲手把你这个人渣送进监狱了。因为你赢了吗？你只是一枚棋子，我输了，你也就没有用了。到现在你还想挑拨离间？我说的是事实。你以为季慕白是真心爱你，他只是在利用你，对付你。你就好好在监狱里反省吧。等一下，我给你看个东西。照片上的人认识吧？是季慕白。照片上的这个人是季慕白以前包养的一个情人，他因为我患上了抑郁症，闹了好几次自杀。季慕白是为了帮他，才报复我，选择和你合作的。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那你可以去问问季慕白，他到底爱的是你，还是照片上的这个？我相信，他爱的人是我。徐贤，你就是一枚棋子，我等着你被抛弃的那天。他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难道他也在骗我吗？是，我知道了。下周把报表给我，
就这样。怎么了？怎么看着有点不开心？是不是陆源又说你什么？早知道我就不开会，陪着你一起去了。他说，怎么了？没事吧？你生理期是不是推迟了一段时间没来啊？我难道怀孕了？恭喜你们，的确是怀孕了。徐徐，你听到了吗？大夫说我们有孩子了。谢谢大夫。你在这等我，我去开车。妈，你是来接我出院的吗？不是，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别叫我。徐熙，子浩是你的亲生儿子，这关系怎么能说断就断呢？是啊，妈，我已经知道错了。人家都说母子没有隔夜仇，你就别生我的气了。陆子浩，你是不是觉得无论你做错什么事情，一句轻飘飘的道歉，我就会原谅你？没有，妈，我真的知道错了。当你选择你跟你爸，还有孟美欣一起伤害我，选择喊那个小三叫妈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我儿子了。妈，你别走。徐熙，我真是看错你了。你跟阿元夫妻16年呀，竟然狠心把他送到牢里，害我们子浩都没了父亲。现在对子浩是不管不问，也不管他的死活。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狠心的母亲？随你怎么说。松手！我不松，妈，你不能不养我。我家的财产都被查封了，如果你不养我，那我怎么办？该给的赡养费我1分都不会少，仅此而已。我们的母子关系已经消耗殆尽。放手！放手！陆子浩，放手！是不是因为你跟我妈说了什么，我妈才不要我？她现在是我的妻子，怀的是我的孩子，和你早就没有关系了。你怀孕了，你有新的孩子了，那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妈，你不能这样对我！走吧。妈，啊！奶奶，我们以后怎么办啊？最近怎么总是闷闷不乐的？怎么了？你可以去问问清白，他到底爱的是你，还是照片上的这个？没有。有什么事儿一定要告诉我，知道吗？你这里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硌？我最近总看你拿这个怀表看，这里面的是这个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你说，你让我再想想，过阵子告诉你。
好。明明只要打开这个怀表，就能解开我心里的疑惑，但此刻我却害怕了。我甚至不敢打开看一看。秦慕白，原来不知不觉中，我已经这么爱你了。不能再让我肚子里的孩子冒险了。走了。为什么？为什么要不告诉你们？想知道婉音是谁，为什么不直接问我？我就那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不是的，我相信你。我知道有前女友很正常，但是我已经失去过一个孩子了，我害怕。婉音是我妹妹。不敢告诉你，总是没勇气，总说不出我是真的爱上你。